们接下来关心这个国际政治新闻的相关话题哦，其中就今天最引起注意的就是美国的政治暴力是不是再度升温哦？这件事情主要是针对了这个川普他重返白宫的幕后功臣，也就是保守派的青年领袖寇克，他遭到了暗杀，他得年只有31岁，非常的年轻。寇克呢，当时他正在进行演讲，突然就传出了枪响。他中弹之后倒地呢，群众都发出了惊叫声，现场非常的混乱。而柯克呢，在31岁，在去年的选举当中，他主要是协助川普在亚利桑那州进行翻盘，是一个最大的幕后功臣。不过呢，柯克引起注意的是他的言论比较偏激，他反对跨性别。另外，他也质疑新冠疫情，认为移民者打算让白人彻底的灭绝。可以看到，他是一个极右派的一个支持者。而另一方面呢，川普的盟友柯克，他遭受了枪击身亡之后，他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引起注意的一个主张，在之前他就曾经表态要支持拥枪权。他自己也说过，就算死亡，他也值得。而另一方面呢，为了让我们来听听柯克他针对拥枪权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说法。他的说法是说，为了让我们能够拥有第二修正案来保护我们所谓上帝赋予的相关权利，每年不幸发生了一些枪击的死亡事件，这些都是值得付出的代价。我们可以看到柯克对于拥枪权是强力的主张，而川普呢，对于柯克可以说是相当的爱护哦。他是川普的盟友，美国保守派的演说家，他遭到枪击身亡，川普特地为他降半旗4天。另一方面可以看到，除了这个柯克事件之外呢，川普现在一些出外的一些行程也备受了一些攻击跟批评哦。那川普呢，他是相当罕见的突然造访了华府的餐厅，被当面呛他是现代的希特勒，他的反应呢是非常的意外哦。那川普呢，当时是在范斯跟卢比欧的还有这个国防部长的陪同之下，抵达了华盛顿的餐厅来进行用餐。然后他主要想要向外界展现他打击犯罪的成果，来证明华盛顿是十分的安全。不过就在他去这个餐厅的这个途中，有很多举着巴勒斯坦旗帜的抗议者高喊要解放华盛顿特区，要解放巴勒斯坦。川普是这个时代的希特勒，川普的特别示意要把现场的工作人员把这些抗议者要送出餐厅哦。而另一方面，我们来看到美中之间的一些防长之间的交流。中美防长呢是进行所谓的视讯交流。按照新华社的报道呢，大陆的国防部长董军强调，以台制华必定会挫败哦。按照新华社的报道呢，中国的防长董军在应邀和这个美国国防部部长进行视讯的通话的时候，董军特别有提到一些引起注意的谈话，包括了任何以武力支持台独或借由台湾来牵制中国、来图谋、来进行相关的一些干涉，都会遭到必要的一些挫败。另一方面，我们来看到呢，川普现在整个经济在国内经济不是这么好的情况之下，是不是对于中国现在经济发展是眼红了吗？这个是美国的大豆协会的会长，他特别提到，美国大豆迎来了收获季，但历年来最大的买家中国却没有下任何的一个订单，豆农面临的这个情势是非常的严峻哦。美国对于中国大陆的销售可能损失高达1400万到1600万吨。我们来听听这个美国农民他们最新的一些心声。We're just absolutely as farmers, guys. Everything is so and I do not see anybody surviving this farm crisis that we're in. Guys, look, one of the best splorn crops that I have ever raised in my life. And because of the tariffs, China will not buy it. And they are the only country in the world they are the only country in the world that buys splorn. And so now I'm literally just chopping it and blowing it on the ground because it's useless. It's valueless. There's nothing I can do to it. 好，中国不买这个美国的农产品，但另一方面呢，美国对于这个实验药物也进行下手。按照纽时的一些报道呢，川普呢可能要
考虑管制源自于中国的药品，要进行颠覆美制的这个药业。另一方面呢，美国也对这个墨西哥施压，不断的施压。墨西哥将对于进口中国汽车要加征50%的关税。我们请亮哥。这个 Charlie Kirk 被暗杀啊，这个我觉得要看凶手是谁啊，因为目前还没有抓到，有逮捕一个人，可是大家认为可能不止一个人。我那个枪就直接打到颈部了，就当场就没有办法救治哈。我觉得如果是跟极左翼的团体有关啊，那美国的左右激烈对抗，我觉得会立刻升级。这个其实会影响很大因为 Charlie Kirk 真的是川普，尤其是对年轻人的竞选工程他去了很多校园，那很多影片在网络上都找得到其实他虽然立场很激进可是表达方式是讲理的，所以这种人很特殊逻辑很清楚。逻辑很清楚，对，虽然立场很激进，可是逻辑很清楚所以川普下半期到礼拜天呢，对，4天，你就知道他心里一定是非常难过了那这个就是美国左右翼激进化，尤其是如果凶手是左翼团体了然后另外中美防长恢复视讯交流，事实上昨天发生2件事一个就是中美防长恢复视讯交流，然后接下来不是美国那个众议院有一个代表团要去大陆，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大概是中美的军事交流要恢复的一个象征那虽然讲话不愉快啦，可是这个是必然的那董军就直接跟这个海格赛斯就讲到台湾问题所以可以预期今年如果有这个川普跟习近平的高峰会这个议题也躲不掉那另外昨天市场还发生一个事，中国大陆宣布要把黄岩岛视为自然生态保护区其实这个是非常大的新闻就是中国大陆就是不示弱了啦，那未来它就要登岛。那美国在2016年曾经对他放狠话说你如果填海造陆，我不排除把你给炸了结果中国大陆做了一个很巧妙的事，他说要把它当作生态保护区我就不知道菲律宾跟美国接下来要如何因应那这个农产品不买，其实这个没有办法，因为中国大陆已经转向巴西跟阿根廷了所以这些美国的农民真的很倒霉了变成受害方。那至于美国对中国医药的依赖这个其实可以分2个部分。我觉得这个川普真的是太低估了啦。第一个就是我们讲的 API， 就是原料跟化学中间那个部分那中国大陆据我了解啦，平均大概占17%。那特殊的领域，比如说抗生素，那几乎100%抗生素几乎100%尤其是原物料的部分。对，那你美国要怎么弄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讲的临床实验数据就是我们广义讲的 CRO 啦这个为什么中国大陆、美国药厂极度依赖因为它人力多，而且中国大陆很容易招募相关的病人，愿意来让你做实验最便宜多的，便宜又有效率又高你去看那个美国，如果要做国内的啦，我跟你讲，一个人可能要$5000到$10000，那很贵的啦所以我看美国的药厂会不知道怎么办因为这个药厂做 CRO 就是临床病患的实验数据，这个是非常常见的，不管第1阶段到好几阶段都要用那中国大陆已经长期跟不止美国药厂还有欧洲的都进入这样的关系了那我不知道是美国的那个卫生单位怎么有这么大的底气决定要来干这个事那我不知道他的替代选项是什么，我真的无法理解了。我们请盛峰老师。台湾的希望就是要把赖清德换掉。我看美国快了，
美国的希望是要把川普换掉，或者很多问题不能解决啊，就是摆在那里啊。然后他以懂王助尊啊，没有什么东西他不懂的，这一打啊，真的是完美者啊，川也很有可能啊。那下面导师我要讲的是，我们常常讲说亡秦者啊，秦也一样的道理，完美者美也是。这个枪击案啊，不要等闲视之。美国已经把半旗下得干脆要把旗杆要遮掉一半了。才不过一个多礼拜前，一个凶手就在教堂里对着正在祷告中的孩子滥杀无辜，因此撂了半旗。那么我们就来看看，也不过是前几天的事情。一个乌克兰的女孩子，她好不容易逃离了乌克兰的战火，她终于到了美国，以为她找到了安身立命之处，结果她就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在众人睽睽之下，碰到了一个已经有14次的犯罪记录，被关过5年的一个神经病患。然后呢，这个法官呢，也是以 CDI 的身份去当上法官的人，就用他的精神状况呢，不断的给他保释。美国的整个的医疗体制也罢，社会安全体制也罢，就在公共车上，这一个逃离了战争的死亡，结果以为到了美国，追求到了美丽的原地啊，却在这个捷运车上公然的就被杀死了。我们再来看这一个柯克，看过柯克的影片，任何一个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人，对他都有一些羡慕。是。他最大的特点是他敢于接受任何的挑战，而且在这个挑战里面，你纵使不能够同意他的观点，但是你必须面对他确实有他一套的逻辑。政治人物啊，这个要学会挑战，柯克真的是值得学。柯克的影响力跟那个感染力啊，是看过的人真的真的是一流。那他的死亡，各位注意，前面讲的是碰到了疯子，碰到了有问题的人，可是这一个显然看得出来是有预谋的开枪，这个不是神经病了，对，绝对不是。就好像当年去暗杀这个川普的人一样，川普躲过了，他躲不过，这个是瞄准的，而且早就预谋在什么地方、什么情况。那这一个东西会做这样的人不是疯子，会这样是一定有立场跟态度的人。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柯克的一个“砰”一声子弹呢，带来的是美国分裂的开始。我们不能说我刚才讲的这3个案子，美国就完了，但是事情好像已经往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方向在走，这个社会失控了。这一个呢，对立啊加剧了，仇恨呢加深了。你再来看看，以川普在这一个在餐厅里遭到那么样的一个挑战，是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所以完美者啊是美也。从各再来看看，最后涉及到我们台湾的问题。我想今天中美的问题，大概我们已经看得出来，美国正在走战略收缩，未来的世界的发展，大概美国也不得不接受亚洲中国的崛起，亚洲的地位，中美的和解，我认为是必然会发生，是什么时候会发生的问题而已。那当中美和解的唯一最大的障碍的一个问题就是哪里？就是台湾。台湾准备好了没有？我认为没有人准备好，不管哪一个政党，没有人准备好这一个时刻来临的时候，台湾该怎么办？我们请建中老师。好，我讲一个小故事。1992年，我在美国，也在《世界日报》，后来也在一个杂志当记者。有一天，我收到一个传真，那时候传真叫做“乒乓 Terminator”， 那注明是这样。他最一开始讲了一句话说，他要 see blood from Chinese body， 要从中国人身上见血。所以1个月后 ，after 这个所谓的 National Day， 7月4号后的1个月后就要见血了。那个月，各位想一想，住在纽泽西过的人啊，在开2种车的人几乎都不在了，包括一个跟我很好的旅行社的。我问他到哪去，到佛罗里达去郊游，为什么？他因为怕被见血。他声明双 E 双 B 有一个叫 Edison 啊，一个区叫 East Brunswick， 以及2个车 Benz 和 BMW。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那个乒乓 Terminator 使我想到就是川普派这种人，
有一些极端右派者，我跟你讲，在美国存在非常久，就像刚刚讲，不管你左或右，拿着枪瞄准，这些都是已经有预谋的。这些保守派人其实已经非常不爽哦。我先讲川普这些人认为移民抢了我们的工作，他们非常多想法，包括巴勒斯坦人，或者你用什么方法，我认为我做的是对。你到白宫前面、华盛顿前面一直在抗争，我把国民军派驻，部署了800人，在8月12号。现在当然反对者嘛，就是说要用联邦法院让他阻止，这就是两派的极端。我现在当然就讲回来，另外一段，你要打的是双 B 双一，好，不管这些人，他们其实也不是所谓你们认为的激进派，所谓的左派，只是他们开始有了钱，按部就班的让自己富有。他就认为你抢了我们的工作，这些保守派白人主义者，当然白人主义真的是这样。好了，这一派人呢，讲话口才好的很多，可是我跟你讲川普有人保护，所以这个人必须很远在屋顶上拿个枪扫打的时候呢，打到右耳过去，没有成功。当然最厉害的7月13号，川普还会，当然他跟拜登不一样，拜登可能会躲起来他是出来 fight，这种人其实我欣赏这个动作。可是你要知道，这就是极端。那现在来了，你如果想保密，你也属于右派，不能再这么支持川普了，非常清楚嘛。反川的人越来越多啦，而且叫做极端反川。对，我可以继续去想想看有没有道理。现在在华盛顿 DC 那个地方，我太熟，我是纽约导游，也是华盛顿导游，我到处带人家在这个宪法大道的独立大道，每一个场景博物馆我都可以介绍。那个地方会什么样子，我很清楚。我跟你讲，真的，现在国民兵他也不敢随便撤掉，然后这些人还会一直出来举牌，那个地方是合法举牌，就像总统前面，当然我们总统前也有所谓的限制我们现在游行也不能随便游行嘛，甚至黄国昌不是游行也被出问题。我现在要讲这个问题就在美国的左右两边的极端真的会出问题。好，那再讲到这个柯克这个人，的确他的心境跟川普真的是非常像，川普非常喜欢，你说感情有什么感也没有，就是因为他反这个性别歧视，反性别这个，以及对跨性别，好这个。反跨性别嘛，那这个就是很清楚。他之前不是那科恩就叫照顾他的犹太人，不是也死于 AIDS， 所以他也非常反嘛。第二个再就是质疑新冠疫情，以及他非常质疑新冠疫情他都是假议题什么的，对不对？还有认为移民署就是他认为移民者抢了他们的国等等的，这些大白人主义至上的真的跟他一样，所以他为了这个人下半旗，而且下4天，这我也觉得很 ridiculous。这应该是一个对国家不管是爱国者非常有为国家有重大贡献的重要人物，往生你才下半旗，1天就够了，下了4天，这个人其实也不是大人物那请问你这个是不是也是为了一己为自己的族群在下的半旗？我们接下来讨论有关于以色列空袭事件所引发的国际政治效应，其中有一个值得观察的重点，就是美国在中东是不是已经渐无威信按照这一次的空袭事件，以色列的这个纳坦雅胡他有特别提到，他要向卡达以及所有窝藏恐怖分子的国家来进行喊话，不是驱逐他们，就是要将他们绳之以法。我们可以看到纳坦雅胡的态度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强硬。而另一方面呢，以色列驻联合国的大使呢也提出了一些他的看法。他说呢，我们并非是要依照美国的利益来行事，我们是彼此协调，但我们有时会自行做出相关的一个决定，再告知美国。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跟美国呢，针对这一次的空袭事件有出现一些不同调的一个状况那包括了白宫发言人就有提到侵袭后的川普分别致电了纳坦雅胡和卡达的国王，有承诺这件事情不会再度发生。不过这一次的空袭事件也爆发出一个所谓的阴谋论，美国不只是帮凶，而且是主谋，有提出这样的一个论述包括了美国政府是在袭击即将发生之前才获知相关警告，但得知的讯息时间太晚，没有办法阻止袭击。若以后以色列仍然照这样的一个逻辑操作，这个袭击能够避免吗？除非这一次的轰炸是美国早就提前知情，而事后才装作无辜，否则川普不可能做出有这样子的一个保证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空间而这一次呢，以色列空袭卡达的首都，有引发出非常多的一个政治效应，包括了重挫美国的威信包括有暴露出美国根本无力约束以色列，也凸显了纳坦雅胡他要放手推进加萨的战争。另外，科威特的
学者也提到，美国根本不可靠，海湾国家它必须要按照自己的区域秩序，以免成为以色列手中的这个棋子。而另一方面，这一次的这个空袭事件也引发了一些相关的一些危机，包括中东局势的一些升级哦。卡达受到美国的保护，仍然受到攻击。这一次呢，凸显出呢，波斯湾的这些国家呢，会大力的要推动所谓的区域秩序，以免沦为以色列的另外一个目标。另外，美国的前情报官也有提到，以色列肆无忌惮的攻击，显示以色列才是这个区域最大的不稳定力量，而不是伊朗。另一方面，针对这起事件呢，大陆的外交部也有表达自己的态度哦。按照大陆外交部的说法，以色列是严重的侵犯了卡达的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这里加剧了地区的紧张局势。包括中国方面有提出这样的一个说法。另外，他也提到震撼了整个中东，以色列用15个战机，然后轰炸了10个导弹的这个来对准卡达。专家认为这会造成了3大的这个影响。按照央视的专家是说，以哈双方将无法取得共识，谈判无从进行，冲突会不断升级，会让局势加沙停火的希望变得渺茫。另外，也会影响到以色列的这个国际形象。以色列的军方向胡塞武装发动空袭，造成了35死131伤。另外，也门的首都也发生了这个猛烈的爆炸哦。这个最新的事件是，以军他袭击了包括像是军营、胡塞武装的宣传部门总部，还有一个燃料储存点。攻击的目标是2座山之间的一个藏身处。这个藏身处当时都被作为一个指挥和控制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总部。我们请亮哥。这个事情啊，因为以色列这个轰炸之后，那结果卡达代表就是哈马斯的那个首席谈判当场被炸死啊。那这个人是公认的温和派啊，你连温和派都要炸死，那要谈什么？还有这个人的儿子也被炸死啊。那哈马斯的这个老大没有被炸到。那为什么人家会怀疑美国啊？因为以色列要到卡达，一定要经过约旦、伊拉克等等国家嘛。那个所有的空军的雷达机制，美国都有啊。是。那结果以色列就讲出一个故事了，说美军侦测到了，就说以色列你怎么可以跨境？就去问他。结果以色列回答的时候，导弹已经射出去了。他们就这样说了。这个我觉得坦白讲，我难以想象啊。那另外还有一个啊，那难道他没有进入卡达的境内吗？那卡达的防空导弹系统，大部分都跟美国买的。对。那对啊，最大的空军基地就在卡达。那为什么没有发射呢？为什么没有发射针对那个导弹做反制啊？这个事情非常严重啊。因为以色列以前跨境攻击，它都是针对叙利亚、黎巴嫩、伊朗这种国家，这些都不是美国的盟友。卡达跟沙地阿拉伯是美国在阿拉伯半岛最重要的盟友，连你的盟友都会遭到攻击，而且这里面明明美军可以管辖到的关键动作这么多，包括经过他国的侦测。然后包括防空导弹的反制，结果我还出事。你想一想会发生什么事啦？我觉得坦白讲，接下来的动作一定是，因为我听说连沙特阿拉伯那个王储啊，第一时间就打电话给卡达，我觉得他们一定是说，我看不能只装美国的导弹吧。我跟你讲，在这里面获利的一定是中国。接下来搞不好就去买中国的防空导弹呢。红旗，不然我怎么保护自己？对不对？一定会变成这样嘛。那第二个，哈马斯跟以色列的协调就没完没了了，就等于是连温和的首席代表都被炸死了，你以后怎么谈？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中东大乱局的开始了。川普讲那话也没有用啊，因为这个就是基本信任的问题嘛。我怎么知道下次你再来一次？说我来不及通知你，还有这种事啊？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回来我们继续聊。
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我们请盛峰老师针对以色列的这件事情发表看法。是这个过头了，以色列过头，美国也过头，这里面造成的影响会很大。为什么呢？因为在卡达作为哈马斯跟以色列谈判的地点，这是大家的一个共识。然后更重要的是，全中东也都谅解一件事，哈马斯的总部某种的就在卡达，也是大家共同谅解的地点。那过去呢，在中东里面呢，有什么争议啊？私下要先解决的地点，首先优先考量的也是卡达。也就是说，卡达它的国家不大，但是呢，它在中东里面呢，它有一点当这一个仲裁者，提供仲裁平台，它不是仲裁者，它提供仲裁平台，就好像呢，瑞士的中立国地位啊，是获得欧洲国家大家对它的尊重。中立国是要被尊重的，否则的话，中立国是不存在。因为有了中立国，所以交战国当中大家有一个谈话的地方。卡达基本上某一种程度啊，它扮演那个，虽然它不是一个中立国，那同时呢，美国是它的保护者。美国在中东最大的这一个空军基地呢，就是在卡达。所以刚刚这个郭博士提的那一些疑点呢，是任何人都会怀疑，至少要到你的这个卡达来的时候，你的航空基地都不知道。不要忘了，当时伊朗要打这个表示抗议啊的时候，他先跟卡达讲了，我要打美国的基地，我还先告诉你，大家要通知一下，互相交代一下啊。那这样子下来的结果，现在越来越证明一个事情，就是说以色列已经失去了人类大多数的国家对他的同情。因为以色列本来身上犹太人包着有2次大战被屠杀的这样子的一个命运呢，这一个同情的因素大概都已经不见了。美国呢也没有办法再扮演世界的安定的核心，那个角色现在正在倾斜中了。那以色列呢，就如同这个美国的这个情报官员讲，它已经变成了中东的一个乱源，是一个不稳定的力量。好，各位别忘了，中东里面就是假如讲异教的话，那刚好它是一个异教，然后人种又是一个不同。那在这个情况下，整个的情境里，这些卡达会怎么想？阿联酋会怎么想？这一个沙特阿拉伯会怎么想？因为这3个国家跟美国的交情算是最好的，也是美国在中东里面第一个想到可以用的，甚至可以掏钱的一个地方。这些人现在一定会慢慢的思考到一件事情，我应该在美国跟另外一个强权的兴起的中国，我要做什么选择？各位假如有注意，再来看看现在整个阿联酋，中国在那里的角色地位正在改变中，所以我会认为世界的核心呢，不只是两极，一个在衰退中，一个正在兴起中，稳定的力量，美国在消失，中国在增加。休息一下，我们广告回来继续聊。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我们请建中老师。好，我觉得现在世界很有趣啊，你像 G2 嘛，就是大国博弈、龙鹰之争。现在全世界知道这2个大国，所有人在战争、在打仗，不管代理人战争或什么，都会注意这2个角色。一个是美国，没有人敢得罪；一个中国，很多人都希望他来帮忙，但中国要必须师出有名。现在卡达真的很倒霉，我这样讲一下：5月12号，你才送121亿哦，波音747要给川普做空军1号，哎呦，这个川普高兴得不得了。GBU 打下去之后，伊朗想反击啊，却不敢，只能先预警美国，还要先预警了，才说我要炸你卡达空军基地哦，你不能这样一直帮以色列，砰又打过去。当然他们可以防御。这一次呢，以色列又打卡达，这很奇怪，他卡达到底是谁该被谁打？他角色很清楚，因为他有点中立性质。欢迎继续收看 TVBS 新闻大白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樊启明。介绍这一集的来宾，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前立委李胜峰，主持人好，大家好。
淡大财经教授聂建中。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非常欢迎3位来宾，我们就先从今天的相关话题来谈起哈。那目前大家关心的是赖清德开始要反攻在野党了吗？目前按照赖清德今天出现在这个义民庙的时候，他特别提出他的客家政策哦。按照赖清德的说法是说，他客家6件逐一落实，而且在义民节的时候笑称这是他的施政报告。按照赖清德的说法是说，他可以跟大家简单的进行施政报告，可惜没有时间接受大家的质询。不过大家也要问了，赖清德什么时候有接受质询？包括总统的部分。那赖清德呢批蓝营这样的一个心态是铸下了财划法的大错。主要是今天赖清德在接受媒体，他主动谈话的时候，就有针对财划法提出了一些他的相关的一些主张，而且这个用字遣词是非常非常的重。按照赖清德的说法是说，蓝营县市首长抱持着地方包围中央的心态，拒绝行政院提醒与相关的一些附议案，导致这个法案铸下了大错。然后另一方面，他也提到了这个镰刀一直都不是在民进党的手上，他希望所有的县市长都能够理性客观的讨论，而其中财力如果比较好、资源比较多的这些县市首长呢，应该要照顾资源少的这个县市。那总统提出了这样子一个谈话之后，民进党方面就立刻制作了这个相关的一些影片，在网络上进行散布。那包括了这个 PTT 网友就说，这个到底是总统还是立委？我们可以看到总统的这个斗性还是非常非常的坚强，而身为总统怎么会讲出这样子一个话？之前才说要休养生息，那现在对于在野党的攻击还是力道是相当的猛。那赖清德不只是攻击了在野党，他对于媒体也是相当的强硬。在昨天呢，总统府特地驳斥了 TVBS 的新闻网有一篇有关于驻美代表的报道，他说这样的一个内容是不切实际，而且要求更正。TVBS 是怎么报道的？按照相关的一些内容呢，总统府的发言人郭雅慧指出呢 ，TVBS 的报道称国安咨询委员徐思俭将派驻所谓的驻美代表，却遭到美方的反对。这样的一个讯息，这样的一个内容，按照郭雅慧的说法是不是事实？那澄清了驻美代表换人的传闻。萧美琴副总统立刻和美国参议员视讯画面，而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于大雷也出现在这样一个画面当中非常非常的特别。主要还是要证明于大雷目前还是在担任驻美代表这样的一个职务。按照相关的一些说法呢，于大雷因为他还要协助关税谈判，还要因应川习会，所以他目前暂时还是留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按照政府目前认为呢，关税是当前的要务，于大雷在华府要持续推动相关的谈判作业，再加上后续川普和习近平还要进行所谓的双边会，因此都需要稳定的驻美关系。目前于大雷还是持续的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而他针对所谓的这个明年国防预算要超过 GDP 5%，他也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说法。而另一方面呢，要在野党力抗赖清德，目前蓝白的态度又是如何？铺陈2028的蓝白合要延续柯文哲的概念在民进党民进党有组成一个联合政府的研究小组，这事实上呢也是柯文哲的一些相关的主张。在昨天，黄国昌他特别指出，他要研究各国对联合政府的背景与经验，要广邀学者共同来参与相关的一些讨论，找到符合台湾实践可能的方案和程序，是不是在为蓝白整合后续的联合政府做准备？我们可以看到，在民众党有这样的一个做法。另一方面呢，有断言呢，柯文哲会越关越大尾，这个是童仲彦以前台北市市议员那按照他的说法，除非蓝白合出现一些状况，否则是已经看到了2028，这个是代表是不是蓝白合已经成功？这是童仲彦的一个说法。那柯文哲的复仇需要再战蓝白合按照这个有一个柯粉的护理师，他说民众党有3个人必须要离开核心，才可以完成所谓的蓝白合。按照这个柯粉护理师张乔瑜的一个说法民众党包括像是黄珊珊，包括了陈志涵，包括了徐府，如果不离开民众党的核心，2026呢，将不再会有几率，2026再不合的几率会非常非常的高，这是一个柯粉的一个说法。另外呢，有关于
国民党党主席又加了一个人选嘛。目前有传出有一个很高意愿的人，他就是傅崐萁哦。按照傅崐萁的说法是说，很多人在劝进他来参选党主席。到目前统计为止呢，已经有9个人有意参选党主席，这是蓝营内部摆不平啊。另一方面，我们来看看赖清德的这个民调是不是慢慢的回春哦？按照黄阳明就是波基的一个说法，他秀出了一个最新的民调，这是蓝营的委托民调，结果是非常非常的惊人。这份民调呢，执政党的满意度在加权前有41.2%，在加权之后则是38.3%哈。这对比美丽岛电子报8月国政民调的31%，跟台湾民意基金会8月份的民调33.3%，这样是对赖清德非常非常的友善。黄阳明表示呢，经历过大罢免之后，赖清德的团队有历经整队。然后有调整优先顺序、团结党内等政策，似乎有发挥了相关的一些功效。请亮哥，我觉得赖清德以总统之尊啊，对财划法来下政治语言啊，什么屠刀啦之类的啊，我觉得他是故意的啦。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带队的是卢秀燕，是，所以他等于是看到了2028最可能的对手。他就故意跳到第一线，不然这个议题让卓荣泰处理就好了。而且15个县市长也没有要针对你赖清德啊，是针对卓荣泰啊。而且牵涉的统筹分配款总金额也大概只有350亿左右，钱也不是很大。那人家只是在担心说中央的裁量权是不是太大，那是不是可以有明确？可以完全预期的制度嘛，就这样而已啊。所以我觉得他真的是很故意的，因为这个议题真的轮不到总统出手了，哇，这又不是根本性的国防外交什么国家认同，对不对？哦，那这个 TVBS 被总统府指证，这个新闻真的很怪啦。我讲白了，如果总统府要否认这件事，那我请问你，徐思俭为什么要离开国安会的副秘书长？你叫徐思俭离开国安会副秘书长，转为国安资委，这个是降级耶。是，我认为徐思俭当副秘书长很适任啊，结果你换了3个小朋友上来，哇，3个他37岁了，还引起了美国一些军事专家记者的反弹嘛，对不对？这个报纸都登出来了，所以一定是徐思俭本来另有重用嘛，不然为什么他要离开副秘书长？这个是合理的推论嘛，啊，那美国为什么对他有意见？这个我不知道了啊。美国也许觉得吴钊燮啦、徐思俭认识的都是拜登系统的人，啊，也有可能啊，因为 MAGA 在崛起嘛，啊，或者是共和党的新右派在崛起，是啊。我觉得总统府你没有必要来否认这种事啊，你这样是要干嘛啊？那于大雷，确实他在那边那个公关是做得不错了啊，可是民进党也一直不确定要不要让他当驻美代表，结果现在就悬缺，他是代理状态，留校查看，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啊，好像是他不是我的人，而我要用我的人。结果美方目前有意见，我觉得大家的认知就是这样啊。即便如此又怎样？啊，事实上是你赖清德用那3个小朋友当国安会副秘才是问题啊。我一点不认为徐思俭有什么问题啊。那至于这个联合政府啊，我觉得现在谈太早了啦，因为柯 P 能不能参选都不知道啊。你说这个。一审只要判超过10年，就不能参选了。那难道蓝白要特别为柯 P 修法吗？对不对？所以这里变数太多了，而且那个，我觉得那个张乔瑜的推论也太快了啦，因为现在又不是金溥聪，又不是侯友宜，坦白讲，这两个火对撞。一定要两边火气都很大嘛，
那金溥聪跟黄珊珊2个人火气都很大，这个大家都记得啊。是。那下一次轮到了卢秀燕的话，我认为卢秀燕跟民众党的关系跟侯友宜是完全不一样的啊。那如果卢秀燕到时候沟通的人，随便说了，是郑兆兴这样的人，郑兆兴的圆融程度也远远超过金溥聪啊，所以我觉得这种推论太快了。是，我不认为会有这么悲观的推论啊。我们请盛峰老师。这样子，当15个县市长站出来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大问题啊。台湾就那么21个县市长，15个站出来，难道这不是一个问题吗？这个可以不必去面对吗？至于说这个分配款怎么分配，然后公式怎么算，我不认为社会听得清楚。对啊，讲他们那边，但是所有人的感觉，15个都是蓝营的县市长说你这样分配不公，那这当然是一个问题嘛。这才是重点中的重点。可是呢，我们现在出现的是什么？出现呢，各说放下屠刀。我操，这边说你要放下屠刀，那边说你要放下屠刀，那就表示大家准备拿刀相干哦，不然怎么说放下屠刀？所以大罢免之后，民进党失败了之后，有没有面对这是一个放弃对抗，要走协商的道路？有没有放弃的？这是要放弃对干了，要走妥协的道路。休养生息是讲真的讲假的，凊彩讲的，讲到这个全部吃到规身躯全割，那么就是民党啊。那这样的一个情境里，你跟我提这个是很简单，站在人民的，尤其站在那一些比较财力差一点的县市的立场，大家就说给我吧，要申请个钱，这个本来是你应该拨给我的，现在要用申请的，申请的就是说我决定的嘛，这大家不相信你的决定嘛，大家认为你的决定是看颜色嘛，没有人相信你的决定是看需要嘛，看公平嘛。第二个呢，就是有关总统府要人家要更正这个我也搞不懂。这种新闻大概每年都有好几个，最多政府就是讲你报道不实，大家就到这里就对了，还要求更正，要怎么更正？要 TVS 出来这样打自己2个嘴巴，抱歉我乱说。那我要讲这个标准的话，那我看有好几个立媒有没有？大概天天要用录音机收才有办法了，用嘴巴说会把嘴巴收坏了，因为太累了，天天说我乱说。倒是一大里去讲，明年我们的国防预算要超过5%，超过 GDP 的5%，现在案子还没有送出来。那请问他是用什么身份去讲这一句话？不可能，校尉期只有3.3啊！不是，我问你嘛，他用什么身份嘛？驻美代表可以讲出这个话吗？这严重的失格你没有资格讲这一句话这句话讲也是在民进党要送出这一个什么的时候，他来说的嘛，哪是轮到你说？第二个，93大阅兵之后，你告诉我。过去我常常讲过，我们要假瓦这盖地少要买多少才够现在我要问，买那些干什么？连美国看了这一套之后，连西方看了这一套之后，就说那算了吧，至少我还要再追赶几年。那我们要买二手的，是要对抗你所有买的东西，都是你对抗不了人家准备好的东西。我至少从A边里面我看到一个东西350公里的火炮500公里的火炮350公里的火炮，这个呢5分钟就可以换炮弹我们的这个是海马斯是50到80公里要30分钟才可以换怎么办？你告诉我一下吧。两路这个什么这个两栖战车不是以前的黄万型的，是装有105大炮的两栖战车。那请问打过的时候我们怎么办？你告诉我一下嘛。那我们现在所买的所有的武器能应付这个吗？所有的无人战机，包括载运的，包括清除的，包括点，那上滩头在清理的地雷的时候你该怎么办嘛？你买的完全没有办法应付人家现在拥有的，还告诉我大言不惭，
要怎么样子，要 GDP 的5%，而且你的身份不对，所以我认为台湾要发起一个运动，就是对于美的经购我们要记购，买这都不好，限制讲买偌这才会对少，就买了，不是吃多少才有效，是买了也无效。我们请建中老师。好的，我先做一下我认为的角色定位。什么角色定位？总统到底总统应该是要扮演什么样的格局、什么样的高度、什么样的一个心胸，要什么样的立场？我觉得应该要被全民认定。可是我发现我们现在台湾在这个位置的角色定位，我觉得完全不恰当，因为他所作所为，就像刚刚讲到的，他所做的很多的行径，好像还在立法院要攻坚反对他的人。我先讲一下，民意是基础嘛，民意如流水，它如潮水，它也会移转呐。你只要格局够、高度够、心胸好、立场够，我跟你讲，你所谓的政治实讲，你只要讲得好，讲的是为国家前途而讲，大家支持你。我觉得不是光你那个3成属于你的选民，我反对你的3成，中间这里的我们讲3-3，这里的4成，说不好听一点，你只要是一个格局高，人家就过来了。可是从头到尾都不是，所以说民调要高，我觉得也很难。也就是甚至你的实讲里面还包括杂质论等等的，甚至还有敌意，你认为只要不服你的人就不爽，这个我觉得就有问题。第二，你现在所做出来的所有的行径，好像是不是反攻？本来嘛，你一心就是想反攻，从做大罢免开始，你这整个作风做法啊，你不管派谁，派柯建铭或谁，不管怎么说，你没有手指不可能做。这整个一路做来，你用了非常多的智慧，这智慧包括操纵这执政机器，错这所有文宣，结果是输得一塌糊涂。我必须讲一下，你现在要用另外一个地方，用财化法来说明。之前这个大罢免我觉得他们拿了一个很大的一个 key， 跟钱有关，叫做什么呢？砍预算。他做了非常多的文宣，告诉人民说：“哎呀，我跟你讲，这预算把你所有的家里照顾小孩留学所有钱教育金全部砍完了。”这个就是一个愚民的做法。那现在呢，又来一个财化法，又讲了一堆了，说什么呢？地方包围中央这种心态，而且还讲了2个很漂亮的字：理性、客观。我怀疑什么叫理性，什么叫客观？我说不好听，民主社会没有真正理性，没有真正客观。执政党用假文宣带动一些人民人云亦云。盲目盲从，甚至自私自利的人民，这3大人云亦云、盲目盲从、自私自利，这人民就可能被你的文宣带倒。那这时候你只要格局不对、高度不对，你所带倒人民就走到一个死胡同。我要拉回来讲一下，我觉得我们现在台湾其实已经走向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就是小时候学的生活伦理，然后到公民道德，现在几乎都不再存在。也就是只要我赢了，拿到权赢了，我就拿到一切。所以财化法所讲的一些东西，我必须说明。没有什么理性客观的，我觉得你就真正应该要为国家做事。当然，我现在想想，总统其实也不是什么政治，他是民意代表，是人民选出来的。你就这个标准民意代表，你就是想要走你的路而已，真的没有为国家做事。为国家做事，像以前他不想为国做事，人家嫁出来都没有做出来，像孙玉璇等流，我觉得这些真正为国创造国力的未来，包括台积电护国神山，台湾人必须知道，是这些真正有格局高的人做出来的。